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期影片我们继续来聊36计之第二套敌战计，第7计无中生有。无中生有出自老子，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意思是天下万物都是从有的状态中生长发展出来的，而有又是从无的状态生长发展出来的。两军相争，关键在于对主动权和优势地位的争夺，而要夺取战争的主动权，其关键又在于兵圣孙武说的上兵伐谋，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佳效益。为此，孙武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：兵以诈立，以利动，以分合为变。也就是说，必须充分利用各种假象迷惑敌人，以利益调动和牵制敌人。尤其是在总体力量对比敌众我寡的形势下，更要根据敌情变化，灵活实施战争指导，转变敌我态势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，然后出其不意地予以攻击，从而因敌而制胜。无中生有之计，正是对孙武试行理论的具体运用和概括。此计的核心在狂，因为在扑朔迷离的角逐中，敌对双方斗智斗勇，无不虚张声势，力图通过制造和散布假情报干扰对方判断，使对方上当。因此，试行用诈，并严格保密措施，堵塞各种泄密渠道，做到治事不语，用兵不言，才能真正实现无中生有，使敌人对我方的主攻方向、兵力多寡等情况一无所知，处于全盲的状态。战争史上无中生有的战例之所以屡屡成功，关键在于战争指导者真正摸透了敌方的心理，并能够对症下药，顺水推舟，假戏真做，做到假作真时真亦假。结语：狂也，非狂也，实其所狂也。少阴、太阴、太阳，用假象欺骗敌人，并非是一味弄假到底，必要的时候还要变假为真，由虚变实，愚弄敌人。这就是《易经》中少阴、太阴、太阳三象相互转化、相互为用的道理。暗语：无而是有，狂也。狂不可久而易绝，故无不可以终无。无中生有，则由狂而真，由虚而实矣。无不可以败敌，生有则败敌矣。如令狐潮为雍丘，张巡复稿为人1000余，披黑衣，夜坠城下，朝兵争射之，得箭数十万。其后复夜坠人，朝兵笑，不射备，乃以死士500着朝营，焚垒木，追奔10余里。无却向敌人显示有，这是战略欺骗。这种欺骗不可以太久，容易被人察觉，所以无不能一直无下去。无中生有，就是指由欺骗转为真实，变空虚为充实。仅靠无是不能打败敌人的，但无中生有就能打败敌人。例如，令狐潮率军包围雍丘城，雍丘守将张巡让士兵缚好稻草人1000多个，给他们披上黑衣服，夜里把这些稻草人从城墙上系着绳子吊放下去。令狐潮手下士兵争着向草人射箭，张巡获得箭卒数十万支。后来张巡又在夜间把人吊放下去，令狐潮的兵士看了发笑，不再设备防范。于是张巡调下敢死之士500人，袭击令狐潮的大营，焚毁其帐篷营垒，一直追杀了10余里地。战例：八公山上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西晋灭亡后，司马氏凭借长江天险，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。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北方则再度陷入混乱，各种势力争雄。其中第一族领袖苻坚通过改革政治、发展经济，建立了前秦政权，成为统一北方的强国。但他日益刚愎自用，骄傲轻敌，急于消灭南方的东晋，一统山河。苻坚在国内民族矛盾重重的情况下，踌躇满志地认为统一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征兵27万，号称100万，东西万里，水陆并进，兵分3路下江南，并夸出投鞭羽将，阻断其流的海口，根本不把长江天险放在眼里。秦军大举来攻，东晋朝野震惊。当时
东晋水陆军加在一起也不过10万左右，双方兵力悬殊。秦军南下之初，一路进展顺利，遂以为南方不堪一击，想靠强大的军事威慑逼东晋投降，遂派东晋降将朱旭前去劝降。但朱旭心怀故国，他到了东晋后，一五一十地把前秦的虚实全部告诉了东晋方面，并劝东晋方面在苻坚大部队主力到达前线之前，迅速击退其前锋，挫其锐气。东晋主帅谢石立即决定以攻为守，夜袭敌方军营，致使秦军死伤甚重，晋军出战大胜。谢石乘胜水陆并进，与苻坚隔淝水（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东南方）对峙。东晋的战略转变完全出乎苻坚意料，他原以为处于绝对弱势的晋军会束手待毙，没想到在此受挫，真是当头一棒，晕头转向，自己首先失去了正确判断的能力。苻坚登上淝水西岸的寿阳城，向东眺望，远望南岸晋军阵容严整，心中未免更加疑虑。加上不熟悉江淮一带的地形情况，虽误以为晋军背后连绵的八公山上的草木也是晋军兵马，不禁大生惧心，乱了方寸。这时，晋军前锋谢玄又使出激将法，他派人请求前秦军队稍为后撤，以便晋军渡河决战。苻坚满以为可以在晋军半渡时予以袭击，便答应了东晋方面的要求，下令部队后撤。谁知秦军一退不可收拾，朱旭趁势在阵后大呼：“秦军败矣！秦军败矣！”不明真相的士兵见前面的部队后撤，以为己方真的败了，于是只求逃命，自相践踏，遂致大溃。苻坚也在逃亡中受伤，不久身死国灭，北方地区重新陷入分裂状态。淝水之战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之一。骊姬下毒陷害申生。春秋时期，晋献公打败了黎戎，黎戎为求和，献给晋献公一名美女，名叫骊姬。骊姬姿色艳美，风韵十足，深得晋献公的宠爱。骊姬被封为夫人后，为晋献公生了个儿子，起名奚齐。骊姬一直想立奚齐为晋国太子，以继承国君之位。可是当时晋国已有太子，名叫申生，为晋献公已故的夫人齐姜所生。为除掉申生，骊姬想出一条无中生有的毒计。周惠王21年，晋献公21年，西元前656年，骊姬假装关心地对申生说：“国君最近梦见了你的母亲齐姜，心里很难受，他希望你到宗庙去祭祀一趟。”申生信以为真，便到曲沃（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）去祭祀生母。祭祀结束后，他把祭酒祭肉带回来，孝敬晋献公。骊姬趁人不注意时，在这些酒肉里下了毒药。等晋献公打猎归来，骊姬让厨师把酒肉献上，却又假惺惺进言，希望试验一下食品的安全。于是晋献公把肉给狗吃，狗立即被毒死。然后又给宫中司役品尝，司役也被毒死了。晋献公龙颜大怒，追问这些酒肉从何处而来。骊姬这时哭哭啼啼地说：“这些酒肉是太子献给大王的。”申生听说了这件事，觉得有口难辩，只好仓皇出逃，最后在曲沃新城自杀。申生死后，骊姬又开始诬陷申生的2个弟弟，说他们也参与了下毒的阴谋。结果申生的2个弟弟重耳和夷吾也吓得逃走了。周襄王元年，晋献公26年，西元前651年9月，晋献公病逝，奚齐继位，荀息担任国相，主持国政。同年10月，晋国卿大夫李克杀死奚齐，荀息改立卓子，骊姬的妹妹少姬之子为国君。同年11月，李克再度杀死卓子，荀息自杀，晋国从此一蹶不振，史称骊姬之乱。直到后来重耳归国主政，是为春秋5霸之一的晋文公，晋国才得以中兴。秦桧莫须有献忠良。秦桧是南宋高宗赵构时期的丞相，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佞。他玩弄权术，无中生有，陷害忠良的罪行一直为世人所憎恶。秦桧起初主张抗金，但被金军掳去不久后便投降，大畅和议，很受金人赏识。绍兴8年，西元1138年，
秦桧重新拜相，掌管文武。此时他一心一和，并且代表高宗向金使跪接诏书。岳飞统领的岳家军在连战连捷之时，宋高宗却连发12道金牌，命岳飞即刻班师回朝。绍兴10年，西元1140年7月，岳飞等被召回南宋都城临安，今浙江省杭州市被解除了兵权，罢官在家赋闲。金人以必杀非，史可和为议和条件，要求高宗杀了岳飞。高宗恐怕岳飞收复故土，迎还2圣，令其皇位不保，遂授意秦桧制造冤狱杀之。绍兴11年，西元1141年7月16日，秦桧指使其党羽弹劾岳飞，宋高宗对弹劾奏章多所赞同，岳飞被迫提请辞职。8月9日，高宗下诏免去岳飞枢密副使之职。9月8日，秦桧使人诬告岳飞部将张宪谋反，先将张宪、岳云、岳飞之子下狱。10月13日，岳飞也被投入大理寺狱中，秦桧命御史中丞何柱等人负责审讯。岳飞列衣是其被所赐京中报国4字，以明心迹。何柱知道岳飞是冤枉的，向朝廷力辩其无辜。秦桧未达其目的，于是撤换主审官员，并对岳飞百般拷问，但岳飞始终没有屈服，最后只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8个大字。在此期间，一些有正义感的官员们纷纷为岳飞抱屈鸣冤，但均遭到贬官甚至杀害。12月29日，高宗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，张宪、岳云亦被斩首。岳飞死时年仅39岁，岳飞、张宪的家属被分送到广南、福建路居馆，岳飞的一些部下也被牵连治罪。岳飞惨遭杀害后，百姓无不垂泪，至宋孝宗继位后才为岳飞平冤昭雪。那么好，这期影片就先讲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